超展街四海，潮落是故乡，心跳随潮汐，石头说欢迎，老故事里，新朋友来，满张回家，在山中的。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客栈加时营业等精彩衍生，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解锁专属衍生和片尾彩蛋内容。线下直通节目现场，线上爽看热门剧综，超多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近一步。上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客栈任务，收集独家勋章，升级 V9会员，赢更多惊喜权益。我想你们俩一起充电，打篮球。还想打篮球啊？他打篮球啊？我帮你去叫那个哥哥来，好不好？打一下就累。我帮你叫那个篮球教练过来哈。青椒炒肉。你带他去打一下篮球呗，你现在。马上我得把菜单给定。好。轩老师啊，去打比赛。Buddy， 轩轩。嗨。轩轩，看这个。他根本没看，完全没看。快点，我给你表演节目了。你看，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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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走这么远，太厉害了！哇，来，我带你扣篮。知道什么叫扣篮吗？就是双手灌篮。嘿，哇，好厉害啊！你想不想灌一个篮？我不知道。你可以的，我们来一个，你可以做到的 ，bro。我可以这样。可以。Let's go。来不来一下？不。你到了，准备啊！1、2、3，走。没砸到。没有。再来一下，再来一下。1、2、3，好厉害 ！Yes sir。走。好快乐哟！好快乐哟！月儿啊，咱们这就这一片儿是吗？往那边走是到哪儿啊？往那边海滩。海滩吗？要过去走走吗？走，咱们这边就往那边走就行了。对，可以带你过去看一眼。就是往那边走就是海滩。对。哦。可以带你去逛一些。那边就是都是客房。客房还有我们宿舍。哦。我们往那边去只去过一次，有一次带客人去徒步，在那边捡垃圾，过去玩了一次，就给沙滩那些垃圾捡了是吗？对。这大野海，哎，我就有一种执念，就是将来哎有钱了要去趟海南，就是为啥？为啥有这种执念？因为就是我们那边那冬天，属实是有点太冷了。我去沈阳旅游过一次，也是专门去的，因为没见过那么厚的雪，没去过那么冷的地方。你就去过沈阳啊？我去了，而且我是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一起组队去旅游的。冷吗？冷啊，可冷了，但是可开心了。然后我还去了那个长白山那边啊，对，那就是另一个省市了啊，是吗？对，在我们看来就是东北就是一样。对，但是他们真的很冷，我从来没在冬天穿过，就是有过这样的执念，东北人的执念。我们那边也有海，但是不是一个感觉。哦，我跟你讲，它天气好的时候，这片海的颜色是蓝色和绿色，就是交替的那种。蓝色，因为它对绿色，对它的光线不同的地方，颜色就不一样，特别漂亮。对呀，我没见过这样的。那这边都是你们的吗？这边它不属于我们客栈私有的，它是公共的啊，就可以往那边来。对，可以往这边来。啊，早上一般就是说能看到日出。按平常是可以的，能看到日出。但是就是天气，你要看天气的原因。那我就先走路线，然后明天我自己早上我看。早上你要看日出啊？能看到吗？我可以回去查一下天气预报。
没事，我自己回去看。回去看一下天气预报，看明天还是不是这么冷，他俩还打呢。还打呢。可能这一趟会激发他对篮球学习的热情。可别了，想让他正儿八经好好就是说好好上学习。但我弟也是，就是学啥也都学不好，主要是他还不像你外甥，你外甥还知道自己喜欢打篮球，我弟篮球也不喜欢，就什么都不喜欢。他自己偷偷摸摸喜欢，你不知道吧？我有跟他聊过天，但是他就是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然后我对他的想法就是，我说没事，你就慢慢先找，你多去试几样，我说多干几样事情。但我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的去让他。多学几样东西是吗？因为他现在最起码的在高中学习文化课。我爸妈都对我弟的学习很有执念，就是觉得我们家，因为我是艺考出来的，我爸是我们学校的高中老师，然后他就对他孩子的学习要求挺高的，但是其实我和我弟都没有达到，所以我爸就是最着急的，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感觉和自己有那种有那种教师的尊严。这个如果要是天儿不这么阴的情况下，是不是那个就是2楼那餐厅应该很漂亮？2楼餐厅，就是哪个视线能更漂亮一点？其实都挺漂亮的。早上起来就在我们那个阳台上站着，我们早上有的时候做早操，可漂亮了。那你们起得很早吗？我们也还好，我们早饭是9点嘛，那我们员工就是8点半过来，差不多。晚上8点半陆陆续续过来。几点睡呀？几点睡那摸不准，有的时候就12点1点，有的时候就3、4点。吃得消吗？吃不消，吃不消。但今天真的很轻松啊，今天可能感觉像是我们客栈的休息日一样，放假日一样。没干什么，今天大家就是玩儿，因为你们前期已经基础打得很好了。对，然后主要是钱赚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请人帮我们干这些活儿，赚钱了，真的有盈利了，盈利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所以现在就是在享福过好日子，那挺好的。这个就是，对，这不就和人生一样吗？对，现在就玩儿，那也怎么说，也是工作了，陪客人玩也很，你去看，比如说王老板，王老板不就真的吗？但我们喜欢跟客人一起玩，是吧？对，我们每天来的客人都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处得很好，因为你们很好吧？那倒也是。就是这个远处看这座房子很漂亮，我以为住这里呢。我一想，我说这要和我外甥住这么近，我可不乐意。你就是那个打电话说要隔远一点的啊，是我。然后徐志胜说，我建议你们去住隔壁酒店，他没说建议我，他说要不然我在隔壁帮你约一间。我想说可以，他肯定看你听你口音是东北人才这么幽默，是吧？对。明天我自己看看日出。行。我做好准备，在明天想一想明天的明天，那才是决定性的一天。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我将为了征服世界而坐到桌边，我将只在后天征服世界。好厉害！这太棒了，我太有点子了。人能懂休息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从去年1年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以前的时候，只是听别人说你不会休息的话，你是不会工作的。对。但是你自己，就我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能力，说是真的说啊，那我就这样想吧，我做不到。我那时候就会有那种成长焦虑，就是那种焦虑是来自于你希望你每天都是有成长的。你比如说，你突然发现这一段时间干的事儿，你的成长是没有一个显著增长的，你真的是会焦虑。但是后来今年我就是会慢慢的，我说想不通的事情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那就先让他做不好吧。好的事情就是你只能交给时间。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当时我有时候看你在说话的时候，当时我就会
我不能说像照镜子，我会在想说，你会不会有某些时刻，你会觉得说这是你需要完成的某一个任务，包括大家会希望你能够在合适的点，然后有一些爆的梗，然后或者是能让大家整体的氛围调整好。我说实话，我会有，其实是那样的，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你照这个地方，大家一定会用到你的各个的方面，就人的最小单位是自己。这句话不是说对别人的要求，而是你整体的要求。就是幽默这个东西是我最突出的一个点，但是幽默是我整个人身上的一个部分之一，它只之一，它不可能凌驾于我徐志胜之上的，它是我的一个小部分。所以说我不会说因为我不幽默了，或者因为我今天没爆梗，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的。对，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某一个单一的一件事件，或者是某个未完成的程序这个东西而实现的。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当你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不会再强求自己，说你今天要有多少幽默的点，你今天因为你去哪儿，你都是你整个人全身心的在的。所以说我在搞笑的时候，或者我在照顾大家的时候，我也是在体会到这个反馈的。对，我其实比如说过去这半年，我录一些节目的时候，我开始让自己去做这样的练习。我以前焦虑特别重，我想焦虑特别重。你每次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会觉得哦，我又完成了这个东西，你自己是没有感受力的。你完成这个东西之后，你相当于你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对吧？你能懂吗？就是我完成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幽默的期待，照顾大家的期待。但是我现在的感受就是，我去做很多事情，我都会有一个我的感受，属于我自己的感受，不是因为我完成了观众对我的期待的那种心里石头落地的那种感受，而是说不是说我今天我考完试了，我把这个卷子写完了，对，然后就好像今天就 OK 了，不是那样的。所以说现在其实这个导致我就会快乐很多。太好，我觉得真的挺好的，照顾自己的感受，感受挺好的，感受挺好。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哇，会休息的人真的很酷，很酷啊！会休息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不会差的。你只有会休息了，你才会工作，这是我现在的感受。对。绝不绝？透过这个东西，然后看夕阳，太炸了，哥哥。田老师，他今天白天夕阳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太美了，太美了。完了，他怎么在这儿了呀？哎呦！咦，这咋办呢？你以后也站不了这儿了呀。带你去别的地儿吧。哥们儿，对不住你啊，让你受委屈了。你现在有空吗？有啊。你骑个电瓶车来一下沙滩呗。好 ，OK。搬家。换地儿，一人拖着手，走吧。慢点啊，慢点走。哎，朝大海吧。好。1、2怼1。这样钻不进去。妈呀，这没工具哈。拿个石头吧。来吧，就用手吧。唉，
把这四周也破开一点。哎，可以了，到黑土就差不多。哇，在这里。小磊，拜拜，拜拜。拜拜。哎，走吧。还挺舒服。真不错呀，有点意思。走吧，出发。耶！回到我20多岁大学生的那个状态啊！哈哈哈，我们是真正的夕阳红旅行团。哎呦，想要把它雇到月亮去，可以吗？啊，才能飞上去。哦，加油！说不定有一天它就可以长出翅膀。是的。沈月，啊，这个你说能当调色盘用吗？这个就哪捡的？军哥的那个桶，可以啊。被风已经吹的就是面目全非。当个调色盘，我觉得这个可以摆前台。来个抱抱。还行，还挺好。今天不又玩答案之书？是。明天晚上正好，明天那个谁来了，玩这个比较合适。明天是何老师。哦，明天何老师就来了。哇！明天何老师来玩这个答案之书会很炸吗？当然。谨慎处理啊！谨慎处理。啥意思啊？我发现这本书就没有什么好话。啊。雅琪今天开心吗？让我来看看。开心。哇，雅琪，我看看，开心吗？我今天开不开心？怎么说？这是你不会忘记的事情。哇，这第一次说这么好听的话。真是。我来给你翻一个。你有什么想问的？我都可以，你随便。都可以啊。你随便帮我问一个。志胜哥明天可以睡够5个小时吗？5个小时哈。5个小时啊，最简单的一个欲望。对呀。如你所愿。你知道，我要知道，反正你多许点的位置，5个小时。对啊，早知道给你多许点啊，5个小时没问题。但这2个都好好呀。啊，对啊，轻松。哦，是不是这一本是都是比较好就是一点？情绪价值高的那个。哦，对啊。何老师啊，家人想跟你聊会儿天儿。好呀。他有点不好意思的，怕耽误你。有啥不好意思？没有，哪有不好耽误？哪有耽误的？你们待会儿在哪开会？还是客厅？还是客厅？那我可以跟他去楼下，对不对？对。走，咱俩去楼下，走。佳佳走。我们在这儿行不行？行呀。好吗？可以。来坐吧。今天辛苦你了，咋说？因为它怎么掉了？因为我现在不是回家创业做色彩诊断了嘛，然后我就感觉我现在人生有一点点迷茫。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就是结婚生孩子了，然后迈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我好像自己一直都在原地踏步。你是指在婚姻上？不是，恋爱上，就是人生的进度上面。可是你不是已经回家创业了吗？为什么是原地踏步呢？你为什么觉得会是原地踏步呢？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未知。哦。你的茫然是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没有成就感吗？还是你指的未知是没赚到钱，还是没有做出些名堂来？因为我刚刚开始做色彩，对我好像对前路比较未知吧。你做了多久？去年年底才开始做的。那不就才2、3个月吗？1、2个月。1、2个月，那不是很？你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呢？
因为之前我也在北京、上海工作嘛，然后当时你之前是做什么的？方便问吗？可以。我之前是做那个时装编辑的，还有摄影制片，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工作的很不愉快，所以就不愉快的原因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被 PUA 的很惨，因为我比较内向嘛。了解了，就其实那个环境不太适合你。对。你也不是没能力，但是你可能在那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太施展出你的能力。所以是不是让你在业务上也其实没有那么出色？就是在那个团队里面。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在默默承担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我当编辑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写稿子嘛，但是很多同事就是比如说他们的稿子没有写完，然后需要有替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感觉会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东西。可是这是因为你优秀啊，不对吗？这不是因为你优秀吗？最后压倒你的那一根稻草是什么？就是你决定要离开。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之前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我是18年开始做的，7年嘛，对不对？对。也可以养一下了7年。那最后你决定要离职，要自己创业，是因为什么？可能是家人吧。因为我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2个也一直异地这么多年嘛，然后她现在身体也不太好，然后我就想说回家，然后可能我们2个也可以做一个伴这样子。现在经济上压力大吗？还好。还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不是因为你那边熬不下去了。你有可能你可以再继续坚持做下去，然后你慢慢的晋升，等有一天你突然资历比所有人都要深的时候，没人敢欺负你了。对，你也可以熬到那一天。所以其实你不是撤退的，你是选择我换一个赛道，而这个理由是因为家人。那这个理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拒绝或者 judge 你的。你很聪明，你选择了一个我可以在家里做工作室，然后在妈妈身边，也可以去实现自己的专业素养也好，或者你的职业目前的积累也好。那这说明你其实是很理性且很有规划的。因为这个行业它不是一个刚需，就像你说的，这个它是一个美业，或者说它甚至是一种蛮高端的或者奢侈一点的消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的，也不是每个人都理解这个的。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有一段时间去养这件事情。那我只能跟你提供的我个人的一个我的判断，就首先第一点，这个决定我觉得完全没有错，因为你并不是盲目的去丢掉一个高薪的且稳定的工作，去做一个什么从零开始的创业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因为这个决定得到了你现在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对家人的陪伴。那就你哪怕什么事都不干，你陪在你妈妈身边，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只要你目前经济上没有困难，那我都会支持你。第三点，你依然还可以做自己专业擅长的东西，且你只是因为可能相对内向一点，你自己一个人创业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对。那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城市，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搭档，就是你不要去开疆辟土，你去做那个专业这个能力的人，另外一个人负责去开拓市场，他去做情绪价值的输出，你要找到你的一个 partner，这个人他去帮你解决你所有个性上冲向市场，你的心虚、你的胆怯或者你的不适，他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你去提供专业上的东西。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吧，你自己一个人作坊虽然小，但是还是得分工要明确，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简单很多。这个人必须要他跟你同声同气同进退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人最好是你已经熟悉且身边比较靠谱的朋友，因为我不希望把它变成你创业的另外一个压力。
但是你唯一一点就是我听下来，唯一一点，我觉得你不需要犹豫。首先才一两个月，它不可能有太大的起色。然后呢，从你所说，你离开这儿，你就可以马上就会有一个朋友去做这件事情，就说明你现在是有业务在赚的。那么慢慢的来，一定会好。还有妈妈也可以跟你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她也许只是在店里陪陪你，或者是打扫卫生什么之类的，你让她有参与感、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对她太幸福了。我妈妈现在就是每天也没有做什么事儿，就是退休在家里。这个阶段，昨天有个哥哥大哥也是60岁退休，然后我们问他什么让他会有幸福感，他写了钓鱼，还有跟家人一起。他还写了个热闹，但是他写的最让他喜欢是写工作，真的，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但退休的人会这么想，他想要热闹，可是他现在退了休，他没有热闹，他只能在家里，他想要工作，但是他又没有工作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就是退休的这个阶段，你是做了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有你的陪伴，他的失落会少很多，而且没准在你的这个事业小工作室里面，可能有妈妈的一个位置。也蛮好的。不是说个人创业就一定是单打独斗，你把适合的工作丢给适合的人。因为今天我一直观察，你有注意到我一直 cue 你，是的，是因为你不说话。但是我也没觉得你不舒服。我也没觉得你 sad， 但是你已经习惯了做那个透明的那个人。对。不可以，尤其现在不可以。你现在是主理人，你是你自己的主理人。你不可以透明，你知道吗？而且，透明是我们的保护色，但你的底色越透明越会被看见。所以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是骄傲的，你就应该对自己再自信，好不好？谢谢。包括你现在妈妈退休了，她指望你呢，她是不是？对呀。哎，我想问一下姐，你小时候，比如说，妈妈是老师的这种，小时候会不会被盯得很严格？刚刚我也跟沈月交流了一下，因为我们都是老师的子女。哦，对，沈月也是，我爸妈也是老师，陈潇也是，就压力会更大，非常大，非常大，而且都是在自己家长的学校是吗？对，是的。在他教，还在他教，对。那我觉得他压力大吧？是我的班主任。班主任压力大吧？对。对吧？也不能太倾向于你，可是自己的女儿又不可能没有一点。就是要在两个角色里面切换哈。但那个年代可能稍微会好一点。他是哪一种？他是会倾向于你，还是更严格？会更严格。更严格，对吧？哎，我想问，那你在学校叫他妈还是叫老师啊？其实这个我小时候有认真的想过，但后面我决定是叫张老师。哎，我也是，我在学校叫我爸沈老师。沈老师。碰到这沈老师好。陈潇呢？我叫老吴。你在学校叫老吴？叫老吴，在学校，因为他的学生也叫他老吴。啊。跟别的同学一样叫嘛。对。我记得我当时同学也有，就是他的妈妈是我们班主任，他是隔壁班的。反正当时我们就挺心疼他的。被管得很严嘛。对。确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家长都会选择有意的不让自己孩子在自己班上，就怕有的时候把握不准。我们班主任的小孩也在我这个班，而且我们当时我们老师是住在我们学校的。我那时候1年级去的时候，记得第1天还是第2天，我特别紧张，然后我就哎呀，这不能说吧，我觉得对我不好。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吊我们胃口的。因为我忘了是上学第1天还是第2天，我就很紧张。我呢又不敢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我就真的不敢。后来呢，快，最后要放学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尿裤子了。这有啥不好的？然后呢，他女儿跟我在一个班，他说你不能这么回去。他就让我去他们家换了他女儿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上面都是蝴蝶结的裤子回了家。我妈妈说这是什么？你读了个书怎么裤子都换了？
我当时其实没有那么有印象说那个同学是老师的女儿，他也没有跟所有人讲。但是呢，因为出了这个状况之后，他就带我去他家，然后呢，那个同学就在，他就拿出他女儿的裤子让我换。其实也蛮暖心的了，但是就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班上，也可能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救同学的燃眉之急。后来我就觉得对我的那个同学还有这个老师，我都特别感恩。好多小朋友他在第一年级的时候上厕所不敢跟老师说。对。其实不是因为老师严厉或者怎么样对他说过什么，他从内心当中就是不敢，就是不敢说。是的，那会儿举手发言什么之类的，我上课答问题很踊跃，但是要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全班同学都能憋住，怎么你就憋不住呢？我就会有这种感觉，也就觉得是不可以的事情，上课就上课。第一觉得不可以，第二觉得自己能熬过去，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更人性化了。我们在1年级常规教育的时候，就会跟孩子交代，你要上厕所呀，或者肚子哪里不舒服，一定要主动举手跟老师说。我们就会交代这种，就怕有的孩子，因为我们也碰到过孩子冬天尿裤子的。对。其实我们心里也特别的我就是老凉了。关键是有的时候他一上午还不说，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然后回去的时候，你就尽可能这个腿都不能正常走路，对，因为那个已冰凉了，你一碰到之后你就巨难受，所以你就得尽可能那个空间跟那个棉裤还得有点缝隙，好具体。太可怕了，因为以前小时候一举手，老说那你下课干啥去了？啊，对吧？有时候会说这么一句话，你是真会有压力，真的就不干了，会有压力。对。来，我敬一下我大哥。哎喂，您坐点，不，我这样好聊天。我陪一个。来，这才是真的值得庆贺，等于3天前刚刚退休嘛，1月28号，对不对？对。这是大日子。谢谢。怎么记得这么清？对，大日子。我都嫉妒啦。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事情嘛，对不对？因为一个大事情转换了一个生活跑道，辛苦了那么久，接下来就全是享福，对，然后又全是，但是得想办法填满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因为肯定会有落差的。我今天没想到他会写那个干活幸福的事情是工作，很意外。我其实想到了。所以我要珍惜，我现在还没退休，我们都一样。你不只要珍惜你们这些，我觉得得想办法让他忙碌起来，不然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落差。对，除了家里的事情。他其实挺忙的。我看钓鱼是吧？多放我几天假，对不对？那会。1个礼拜2次啊，去2次啊，是吧？批了吧？不得。你们工作也1个星期2天，对，有星期6、星期天，对吧？虽然我是全休了。对，因为你全休不代表你的所有时间都应该完完全全就是放在家里人身上，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有自己一个新的一个，除了钓鱼也可以有个别的兴趣爱好什么之类的，因为你只有你充实了，你快乐了，然后家里人才会快乐，对不对？对。讲得我爸心坎儿里去了。是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尤其他热爱工作的话，他会更有情感上的一个缺失。对。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什么能让你快乐幸福？因为我跟我爸平常交流就是跟朋友一样，我也很少会跟他有那种很深的对话，我一般跟我妈聊的比较多，然后也有一点感受吧。不要因为他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多输出，就忘了他也有情感需求。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是他的一个大变化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情感的重心要多倾向于爸爸。这个时候，对，是不是？因为你要说他真的会适应吗？他可以跟你们说因为他很幸运的是，你们那么在乎他，这么短的时间，刚好他就可以出来放假，可以就是有一个假期。但是这个快乐就2天嘛，然后回去之后他还是要面对，大家都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可能给大家要做家务做饭，这他很幸福，他很快乐，但他一定会有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现在想要说2天钓个鱼，这肯定没问题嘛。但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或者别的事情？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也有可能，比如说他会成为你们的视频的另外一个支线的一个主人。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除了比如说你们2口子的感情生活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比如说爸爸的退休生活的这样一条线，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可以鼓舞很多退休了之后情感无所依靠的，就是这一批人。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要求一个什么工作岗或者，因为他退休了，我要求你多爱我一点，可是大家已经很爱他了，可是他又不知道我怎么表达，好像我很娇气，而且别人都说，哎呀，你退休你可以休息了，你应该开心，可是其实相反，他原来的节奏他很适应。可是突然退休了，他可能会有点不适应。这个时候，其实重心应该在他身上。是，我也有在慢慢理解。对，可能得试一下。对，因为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强迫你休息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吧？我感动到了，对不对？我听了你的话，我感动到了。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我真的没关注到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是没有我那么爱动的。我觉得他退了休能在家里就是自想干嘛干嘛，对我来说是蛮幸福的事情。我也觉得他会蛮喜欢。但我只是我的猜测啊，不见得是他真实的想法。但是我从我感同身受的话，你原来已经习惯了朝9晚5，你到点儿是拎包去上班，然后每天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然后去了工作的单位，而且他在青少年宫可以每天看那么多的小朋友，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场面。然后呢，他现在也可以去那溜达，但是他已经不属于那里了，他退休了嘛，他没有自己的岗位了嘛，那他可能习惯性的还会去走走转转，看看老同学打个招呼，但那已经不是他生活主题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个主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退休，我以为我开始还想我应该是今天这里最大的。他时间现在面临的是他，我马上也退休。对，但是真的就是要给他支持就好了，给他支持就好了。其实何老师，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把重心放在我身上，他现在就是，然后现在因为之前我爸就跟我说他退休之后很空虚嘛，然后其实我听到这2个字内心是有震动的，然后反而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更关注自己，然后我的这个短视频的节奏也更缓下来，我反而是开心的。对呀，所以我没有觉得压力。对，反而你会更充实，你会有更多东西，而且既然你们家一家4口都是出镜的，那这个完完全全可以成为你的新的方向。对不对？这个人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比他们年长一点，所以我有经历过父母退休时候他们的那个落差感，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及早的给他们一些，因为他现在可以很多自己事情，但是不要做什么特别疯狂的什么投资做生意啊，或者是乱来什么之类的，不是，就很多就多一些时间玩一些什么啊。好嘞，谢谢。你是平常经常会一个人旅游，还是跟朋友？一个人。一个人。好酷，一个人也很酷。因为有时候找不到伴。没有，你要想找伴的话，旅游一定能找到伴的。但是你可能更享受一个人的旅程嘛，还是？因为找伴其实要很合拍才行。对，尤其是旅行上的伴子太。我们2个人就无敌合适啊。对。是吗？我们2个。他作何感想呢？他是恋爱脑，她只跟她老公一起。故意的吐槽，太可怕了。所以你看他哑口无言。佳佳，你为什么会自己出来玩？自己出来玩，你是喜欢自己出来玩是不是？对，而且我感觉我现在就是我朋友们好多都结婚了，然后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也不太方便出来旅行。这有什么的？你看我拖家带口了，我照样跟着他。真的？抛弃我老公，跟他就是我跟他一起出去玩。不是你老公之间互相认识吗？我没有老公，他连一个对象都没有，连一个对象都没有，他到底要几个对象？感觉 sorry 啦，小罗，不好意思。没事，已经习惯了。我都不敢想象我今天回家要多。回哪儿？回老家过年嘛要。催找对象是吗？说到这个我都。你毕业几年啊？你毕业？我毕业，我17年18年毕业的。17年18年。那咱俩一季的。我98年的。14级。咱俩一年的呀。嗯。 18。
98年是27嘛，没有过生日绝对不说自己28了。对，那当然，那肯定不是28，你就是那肯定。哎呦，那还年轻呢！哇，还不是那老家我都30了呢。虚岁虚28，再虚一下30。那你要40、50、30你就50，50你就100了，对啊。我之前期末课有个脱口秀段子，老好笑了。他说回家他爸给他说你这都36了。虚岁可都40，虚了4岁啊！期末课老狠了，他说：“爸，要按你这个算法，再过几年我走你前面去了。”我妈就是这种人，所以你们俩真的是幸福的嘞。所以你们才奇怪嘞，你们怪幸福的嘞。来。来，他这个小孩是吧？小孩做，一律为他。是大人。 27真的是小朋友，小到一个。好年轻啊！还早呢。27我觉得还没有就发育都没有发育完。那不至于。过了。这已经你这边这个27的已经发育到1.83米了。好，你又年轻个又高，你又帅，你还能当主理人。也许还能再长个呢。哦，我真在长，我俩都在长，真在长。我每年体检长那么一喵喵，每年长一点，真的。你还年轻呢。我31还在长个呢。啊，这句话突然安静下来，我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这句话是。你知道这对52岁的我刺激有多大吗？当你看到有希望，但这希望与你无关的时候，怕什么？年龄只是个数字，开心很重要。那我觉得我也自己感受27了过，就感觉离30近了过，就感觉人的那个人生阶段再往下一个就是人生阶段走了，挺好的呀，就会有这种感觉，是吧？会的。等你们真的到了30岁，你发现一切都会改变。对，真正的改变，我觉得真正的改变会是可能45岁以后。那我都觉得还行，我都47了嘛。吓不吓人？对呀，怕什么？开心最重要。对。哎呀，如果我47，年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我们要活得漂亮。我真的是对年龄毫无实感，就是我感觉我的人生永远停在了大学刚毕业那几年。对，好，我现在就是唯一能感受到是我的朋友们在陆续的结婚，我也是生小朋友，我也是，就是你自己，其实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相对大家的生活节奏更慢一点。你之前的好多同学都结婚，但你身边的。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们，大家还是人生进度条不一样。对，人生进度条好像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可是人生进度条怎么是按这个来算的呢？人生进度条有很多不同的算法呀。对，是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是的。而且又不是要赶着知道大结局，为什么要赶进度？为什么要赶进度条嘛？我觉得恨不得往后拉呢。对，你只要不算虚岁，就不用看大结局。算虚岁就虚岁就不行了。对。还有我给你们垫底，你们怕什么？下一步啊，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既然厨房、客房其实大家都出来了嘛，出来了过，其实大家其实就会有更多的精力了嘛。现在既然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其实在职责上，我觉得要做一些新的调整了。就比如咱们可以，比如是现在对客人的接待，其实还是算人比较少的，人手比较少的，除了智胜一直在接待以外，接待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我可以，人手是偏少的。我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困扰大家的，或者大家会觉得比较压力比较大、累的一个事情，就是策划主题活动这件事情。策划主题活动这个确实也，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人来专项负责，然后其他人给他打辅助的这种。达达，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策划活动这种事情得大家一起想，但是得有一个人去 follow 这件事情。我可以啊，我明天可以。对呀，咱后面其实没几天了，真没几天了。剩下几天跟何老师线上会议了。我觉得，我今天观察下来之后，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么多客房的服务和这些细节上的工作，我觉得
程潇很细心，他和志胜可以两个人 carry 整个的，就可以负责整个前台的。明白。然后呢，中间闲散的时间，我志胜和泽林是完美的，就是主题活动的策划组。因为这个确实是，就是在舒适区嘛。我跟弟弟策划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只用多久吗？20分钟不到。20分钟不到，加落地，就是所有采购物资加去。所以其实我挺想毛遂自荐一下，我跟泽林来搞。可以。但是志胜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加分项的。对，我一直没有觉得你要for哪一项，我觉得你要负责所有。是，你应该是所有人的强辅助。哎，不是说什么晚上有特调也没有这个环节出现啊？哦，你要喝吗？不是，只是今天没有，对不对？没人点，其实我们都有写的，没人点。没有写，你把那牌子挡住了。这个细节只有我注意了吗？你们只有亲爱的市集，没有亲爱的条条。何老师听见了？不是，这个我给那个老板和何老师解释一下，这个是因为当时兰姐跟那个 Kido 学的但是兰姐不是走了嘛，而且她当时也只学了一个，而且还没有亲自尝试过，也还没有定名，所以这个东西还算不是还没落地，只是说我们有这个东西。好，没事，不重要。好，行吗？聊回来吧。聊回来，我明天可以做，我想想啊，我其实真的可以帮大家做，就是餐饮的辅助，然后我时不时在前面出现，但后面我该出现到后面去备餐什么之类的，我就在后面，可以吗？可以的。我是想说，我尽量的，我尝试一次，后面稍微消失一点。好，然后我再提一个，明天上午。哎，等一下，那我去干啥？要不我也，要不我去。该跟何老师消厨房。那我去厨房吧，帮厨。那你跟我混，好吧？咱俩混。那我们混后厨，混。咱俩情绪组，好不好？情绪组。行，那妍妍跟何老师。如果明天客人，比如说想拍片或者怎么样，就给月月出一个 KPI， 出20张片。好啊，可以啊。客人不愿意拍，你就得拍。然后最后我们直接做一个小礼物送给他们。明天的伴手礼就不是香薰或者怎么，每一次都不一样。他们的伴手礼就是你送给他们的一个小相册。还不如去后厨呢。咋的了？这多好，这是你这个主线啊。不是，但是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也不是每个客人都会就是要求有这样的东西嘛。不是，跟他没关系，是他的 KPI。最后我知道了，我在远处偷拍他，可以了吧？不是，谁来旅游不想留个照片啊？就是你只是说我来给你拍个照片，他不会拒绝的呀。对。但你就是两家或者3家，你拍20张。哎，我想我能不能就是通过你这个发散一下？咱明天让沈月别拍，因为他拍客人已经拍很多了，其实真的拍很多。因为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对。应该让沈月拍咱们工作的幕后呢。可以啊。工作照。真的，里面拍完咱们，就平时客栈运作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那么多摄像头还不够拍？那不一样，那是从你的镜头里面出现的，和节目组的那不一样。就是你要拍一个人最美瞬间和最丑瞬间。可以。哎，可以，这个好。给我一个人办的活动呀！就是给你，这多好啊，多宠你啊，就宠你，就宠你。行，月月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好。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解锁专属衍生壳片尾彩蛋内容。